玉帝缓缓点头，不满道：服务员爱卿的计策，就是把这众所周知之事再说一遍。陛下，臣之策是以天庭名义招请道门众高手，臣愿亲去阐教求援。玉帝眉头一皱，随后便坐在宝座上略微思索。高台下，木工心底一叹，一切果真如水神所料，甚至站出来献策之人说的话都与玉符中推测那般相差不多。既然如此，陛下，木工立刻站了出来，躬身道：老臣愿代陛下外请高人相助天庭。好。玉帝此刻已经是下定决心，目有神光，意气风发。传吾命，大军即刻开拔，围住北周边界，待2位爱卿请来高手援护，一战歼灭北周之妖，以正天威。满殿仙神齐齐领命，遵陛下旨意。玉帝张开右手，凌霄宝殿殿顶的宝珠金光大作，一缕缕金色流光于玉帝掌心凝聚，凝成了一把锋锐无匹的宝剑——天道神拳剑。玉帝提剑前指，低喝一声：起兵！于是天庭各部兵马一群群一簇簇铺满天穹，朝着北周涌去。东木公带着一队兵马匆匆赶往金鳌岛，先是不断地读着玉符中的内容，他已经读了数十次，犹自有些触目惊心。木工虽修为不行，但在天庭这么多年也非痴傻之辈，如何看不出今日之事将会对洪荒产生多大的影响？玉符中说，赶去玉虚宫求援之仙神，定会神态倨傲，故意对圣人弟子下令，从而激发圣人弟子不满，拒绝天庭调令。若赶去金鳌岛求援之仙神也如此心怀不轨，道门危矣。我此时无法现身，所以只能拜请木工赶去金鳌岛。入岛之前，木工定会被自称截教仙者截下。道友这是要去何处？忽听一声呼喊，木工的仙识探向万里之外，却见数道流光自西南方向飞来，将东木工拦下。后面发生的事让木工是越发的心惊，一切发展都如水神给的这枚玉符所示。拦下木工者自称是截教2代仙人，得知木工要去截教求援，特来相见，但他们并非是来支援的，反而是说：天地有大劫，截教上下遵大师兄多宝之令，此刻不得随意外出。木工眉头紧皱，与几名截教仙人多谈了几句，便转身回返天庭。此时木工看那玉符看的次数多了，心底仿佛泛起了水神那一旦从容淡定的嗓音。唯一的破局之法，临近东天门。东木工一咬牙一跺脚，脚下白云一转，借天庭云路，朝着犀牛贺州而去，直奔灵山。灵山之上仙光大作，数名圣人弟子已经做好了准备迎接木工。但是让他们措手不及的是，木工只是到了灵山附近，旋即转身而去，还摇头一叹，面露无奈之色。灵山众仙神满头的问号。半日后，北周上空，玉帝高坐于天地龙辇，面色无比阴沉。2个时辰前，那福元仙翁前来请罪，跪在龙辇前高声呼喊，言说自己无能，请不来圣人弟子，还遭了奚落。这无疑给士气正红的天兵天将泼了一盆冷水，也让玉帝眼中多了几分怒意。方圆万里内漫天阴云，各部天兵天将都在等待着他这个天帝的命令。而阐教羞辱天庭使者，拒不派高手前来相助，无疑给了他一记耳光。正此时，东木公带着一队天兵自西方而来，人未到，哭声先至，跪在车辇前言说此前遭遇。当玉帝听到
东木公前去金鳌岛，被截教告知因大劫降临，无法派人支援天庭。而后东木公又赶去犀牛贺州灵山，却连灵山的山门都登不上去。玉帝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坐在车辇上，已经是要开口怒骂了。此刻圣人道成，无高手来援。当真，我天庭起兵至此，已是骑虎难下。若退兵，天庭颜面大失，不知被下方妖族如何奚落。若不退，就要用天兵天将的命去填那些上古大妖之身。玉帝于车辇中起身，长发飘舞，背后雷霆阵阵。他攥紧双拳，又松开，如此反复几次，剑眉星目蕴含着寒光，身旁的天地神拳剑不断的颤鸣。退兵。这一声仿佛用尽了玉帝所有的力气，让一旁的东木公心底都是不由一揪。天庭兵马无声无息，如同潮水般退去，下方妖族传来震天的呼喊。又半日后，凌霄宝殿中，玉帝挥剑将面前的玉案劈成两半，一转身脱下金甲，摘下金盔，招来天地印玺，直冲九重天阙最深处。这三界主宰，我不做也罢。3日后，洪荒天变，漫天黑云遮蔽五部洲1日1夜。一条消息在洪荒中不胫而走，玉帝不满三教弟子不理天庭，不遵天命，去紫霄宫中寻道祖哭诉。道祖降下大劫，责令三教圣人、元始天尊、通天教主接引准提与太清老子、圣母女娲于100年后同去紫霄宫中共议封神。封神大劫就此而起。但天机彻底混乱，推演之道被封，洪荒除却圣人之外，无人知大劫为何，又该如何封神？混元金斗中，坐在层层宝物遮掩之下的青年道者，也就是李长寿，叹了第2口气。道心灵台原本在他面前形如老道的黑影，此刻已经悄然消散。诵经声越发清晰，他的目光也越发清朗。千算万算去谋划封神，没想到我自己却成了封神大劫的引子，成了让玉帝大怒的引子。这就是天道，无处不在，近乎无所不能，将生灵摆弄于执掌。上古时的浪前辈，而今的我，都成了天道的棋子。但是李长寿此刻并不觉得自己在这场博弈中输给了天道。金斗中，李长寿在怀中拿出了2样宝物，放在面前：斩仙飞刀、妖帝印玺。稍后他会将妖帝印玺献于天庭，给妖族致命一击。大葫芦另有他用，此宝也是颇难驯服。陆压已死，虽定投7剑书不知下落，赵大爷在大劫之中被干掉的可能性尚未抹掉，但是起码证明了天道的剧本并非不可改。天道借我之手定下了封神之人姜子牙，又借此来逼我入劫，成为玉帝怪罪三教的引子，开启封神之事。与此同时，李长寿又黑了西方教一把，把西方教直接拉入大劫之中，把人教摘了出去。此事并非是一蹴而就，从自己干涉龙族入天与西方博弈，一步步让天庭与西方有了敌对之意，不断的积累大运，才有了这般改变。木工与灵山看似是李长寿随意给的招式，实际上对于西方圣人来说就是一个无解的难题。
若他们对木工出手，西方直接就跟天庭开战了，后果难测。所以灵山主动迎接木工，甚至要出高手帮天庭覆灭妖族。但是木工根本不入灵山，转身就走，让灵山上上下下只能够干瞪眼。这非阳谋也非阴谋，而是代价，是此前李长寿灭杀陆压时，西方教准提圣人曾出手的代价。那时西方已入了劫，而天道也乐意让西方入劫。天道要的始终只是天地稳定。一切看似未变，一切又有了变化。天道在收束变数，自己为灭陆压已是入了劫中。混元金斗中，李长寿发出了第3声叹息。这一次他提起手中仙力凝成的刻刀，凝视着面前的宝图。这是他的道，万物均衡。目中神光涌动，额头绽放金光，袖袍长发乱舞。金斗内原本黑暗的狭窄乾坤突然亮起了一个个水蓝色大字：太极图、混元金斗、玄黄塔、乾坤尺，齐齐爆发威能。3仙岛雷霆大作，但并无神雷劈向混元金斗。李长寿口中喃喃自语：我可以成为天道的棋子，因为我本身就是天道的一份子，是天地的一缕尘埃。但天道乃天地意志，天道之下生灵无隐私，被操控。虽万物皆可为刍狗，然生灵终不同于死物。盘古开天地，为万灵开辟寄生之所，道祖全天道，为万灵定下此间秩序。此正是生灵与天道分隔之处。今日我将天道写入我之道，天地意志与生灵之间须有均衡。话语一顿，刻刀落下。李长寿浑身仙光涌动，似是耗费了浑身力气，在那宝图中写下天道2字。一瞬间，李长寿身周道运暴涌，而后轰然炸散，归于无形。师父，谢谢。幽冥地府，丰都城东，一处雄关侧旁的山顶。这里是2位勾魂元帅当差摸鱼时的秘密花园，是他们两屋从上古而来兄弟情不断升华的见证地，没有变质的那种。浅风吹拂过马面那柔软的鬃毛，灰云路过了牛头那黑宝石般的牛眼。这俩货正枕着胳膊躺在悬崖顶部，心里头也没有什么多余的烦心事。不用带队外出抬棺的日子，就是如此的无趣、悠闲且寂寞。二马，最近这洪荒是怎么了？这10多年，地府天天震啊震的，门儿。大巫记说，不是要有大劫了吗？会儿，要不咱提前招点人吧？说不定啊，啥时候大劫爆发，咱们这儿又忙不过来了。赵神，勾魂使者不是那么好做的，要吓得住那些凡人魂魄才行。哎呀，水神如果能给咱出主意就好了。听说水神受伤了，也不知道好没好。牛头言说之中，突然眨了一下眼，扶着头套爬起来。哎呀，怎么现在才想到啊？快，咱们搞点地府特产啊，去看望水神大人呐。马面淡定地摇摇头。水神是那么好见的吗？那可是天庭全神，人叫圣人老爷的弟子。听说玉帝陛下一怒为水神，差点就把妖族直接剿了。那可不一定，咱们用地府的名义去探望水神，他老人家怎么着也得见咱们吧？
天庭那也不能阻拦咱们吧？你想想，在水神受伤最需要慰藉的时候，咱们选50雌色出众的女怨魂，水神万一他找到一点以前没有的快乐，你就说以后咱们俩能不是这个吗？牛头竖着大拇指晃了晃，一旁的马面顿时满脸嫌弃。突然之间，两位元帅，别来无恙。这温润的嗓音，这般熟悉的气息，这般刻入骨髓的味道。牛头和马面的头套齐齐抖了抖，站起身来看向远处天边，看到了那驾云而来的青年道者渡邪门弟子李长寿。牛头马面对视一眼，眼神疯狂的交流。李长寿见状有些无奈的一笑，远远传声道：我方才并未听到什么，两位最近可是去了调料？牛头马面闻言不由大喜，起身跳下悬崖，招呼下方那些蔫儿蔫儿的阴差打起精神来，打起锣，敲起鼓，竖起了尘封已久的招牌：地府欢迎你，阴阳一家人。太乙真人有感觉自己被冒犯到，在李长寿的袖口，一颗小脑袋探了出来，却是化作了3寸大小的灵娥，云鬓罗裙半俏脸，小手扒着师兄的衣袖边缘，好奇地打量着各处。师兄说带我来个好地方，这里是……灵娥突然一惊，师兄，这里不是地府吗？师父难道真的……李长寿抬手揣着袖子，手指把灵娥温柔地摁了回去。老实点儿，师父被决定提前转世，这里面发生的事比较复杂，咱们也只能来这里看师父这一次。